都没了吗？还是对，种的东收获了？西都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与存档有关系吧，可能我自己进来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也不清楚，然后咱俩一起进来，然后我这个的那个弩现在没剑了，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建了就没地方找了，这个东西好像只是一次性的，没有办法造，除非你用代码生成，嗯，用弓箭吧，弓箭的箭一直有刷新。好的。喝点水。那个书屋吃块肉。造好了，要不要去看看？可以可以。走，我带你去。等会儿把这个肉晒上。走，就在上面，也是一嗯，个存档点。走，我看到那个，怎么上去啊？这跟 有个绳子。OK。哇，昨天，那个香肠怪打的挺好玩的，可惜没有，咱俩没有遇到。咱俩要是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应该就能看到他了，应该还会遇到他的，他有几率刷新。那咱那咱们再建一个。你说树屋啊？哎，这个和树屋没关系，咱们建不建树屋，它都会出现的。哦，咱们该建点别的东西，建点别的东西。它出现咱们去了就打着，现在建啥？看看呗。你我爱建啥建啥。你有啥我晚上可能也就玩到我晚到9点过点我就不玩了。啊？好。好。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吧？今天晚上快嗯下班的时候，我投了一个反应，那个反应的东西就是特别毒。嗯然后我就是戴那种防毒口罩嘛，防毒面罩，就嗯感觉有点缺氧，然后有点熏到了。然后就特别不舒服，就因为戴那个面罩，你得屏住呼吸嘛，然后就嗯，感觉我那反应虽然就是20分钟左右吧，感觉自己感觉就很难受很累，然后回来之后就直接吃点东西，直接就赶紧睡觉了，睡了一会儿，我感觉好多了。你要不那确定会儿我感觉你确定没事吧？我听你没事没事。说好像挺毒的。嗯，哎呀，习惯了，习惯了，只能说这操作不规范，是操作不规范吗？也不是操作不规范，就是那玩意儿就是嗯，哎，反正如果能不接触就尽量少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还是哎，毕竟从事这个行业嘛，在哪个行业里边都有这种类似于这种的，是吧？嗯，偏有点像有职业病那种感觉。唉。唉。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最近吧，就是哎，你还在北方吗？还是对，北方最近这天气很诡异啊？从今年从下雨开始，天气很异常啊，这几年。气候异常是吧？对，你没有发对，现吗？发现了，这2年气候确实异常多了，就是我今天早上，热的时候特别热，冷的时候好对像也特别冷，是吧？还对不规律。对，我今天早上冷的超级冷，你知道吧？嗯，出去感觉今天早上就将近零下10度，这在北京很少见哦。哎，这还有一个雨水收集器还是干啥？这个锅。啊，这是我弄的，这是我弄的，就是哦收集那个树枝的，树枝可以造哦，点别的啥东西之类的。树叶是吧？对，这两年感觉就是啥情况？就感觉南方南方的
就是南方偏就是那种，应该是南方那种雨季往北方开始移了，就是雨季北方这边就开始下暴雨，然后就是那种跟南方一样，就是下好几天连着下好多天雨，然后南方呢就是偏那种怎么说呢，热带气候那种热带风暴，什么。其实气候问题，我有看过一个人，他喜欢写点文章，是吧？也应该是体制内的，他经常说气候问题这个事儿，在未来的，就是在咱们以后的这个时间哈，咱们这个时代，应该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很多人也会因为气候这个问题，就是流离失所之类的，可能都会有，这个灾难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当然也遵守这种客观规律嘛，就是隔一段时间它会有一种就是周期性的这种气候变化，它是有周期的。然后我发现吧，就是这些年的气候就已经跟往常的那个季节的，就是跟之前的那种周期的那个气候变化差异太大了，包括咱们的建筑，就是传统这种建筑，对这种应对这种过激的天气或者是气候的问题不够的，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流离失所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在特殊这种气候中生存灾难，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大家考虑的一个东西，真的。对，你心里有根弦儿就行了。其实我们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只能离这些地方稍微远一点，离那些灾难多发地远一点，是吧？心里有这根弦儿就行了。对，包括现在就是说洪水、地震，当然这些怎么说呢？这些，哎呀，就是说天灾人祸嘛。但是有些这种大的天灾，它也就是一种朝代更迭，有没有这种感觉？哇，你要建啥呀？要建房子？建了个瞭望台，需要好多材料，因为它地基比较高，需要木棍儿。对，需要木棍儿，还有木头。那我先砍木头。对，砍吧，咱们边砍着边说，就聊聊天。我觉得就是有个事儿干，然后聊着天，我感觉挺好的。哎，没油了。哎呀，这个我今天看的这个文章嘛，这个文章除了他经常说一些气候问题，然后这哥们儿他其实今天我看他写了一些东西，我感觉也挺他也生活在北京，你想是吧？这个地方的公务员其实还是挺那个的，挺关心国家大事啊啥的，他经常写一写，感觉他写的也挺好的，他也经常写一些人生感悟之类的，挺多愁善感的。他说你怎么生产木头这么快？开挂了？不是我，这是木棍儿，我拿的是木棍儿。哦，他还需要木棍儿。然后他说什么呀？他说在北京这个地方，你出去是吧？每个地方好像都有很多历史，就是这个城市太古老了，就太多历史，太多的人了，太多的事儿了。你想这个明朝的都城是吧？这是之前朱元璋，他是在南京，然后之后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吧？对，朱棣迁都北京的，然后其实北京还有是元大都，元朝的时候，对，也在这里元朝有一段历史，对，元大都。所以就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很多事儿，各种各样的名人啊，各种各样的历史，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每个角落，你有可能走到这儿，你发现哦，这是这个人，这是史铁生住过的地方。走到这里，哦，这是谁，是吧？然后包括每一个习俗，你看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很奇妙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很渺小。就是在这个在这种文化厚重的这种城市里边，对，你就感觉自己真的很渺小。就在这样的这个地方里，这个城市有你没你，真的啥都不是。这个空间上、时间上来说，你都很渺小，很奇特的一种感觉。而且，然后你也不可以否认说还是有一些人去前赴后继的，去继续做事情。对，而且会一直有新的那些，没事上去不用管他们。
是，但是而且一直会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一直是持乐观态度这个事儿。快可以睡了，马上满了。所以我一直是持这个乐观态度，就是你看它整体不好，它也许过一段时间它整体会更好一些，是吧？然后这是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就像那个涨势图一样，是吧？有时候低点高点，是吧？我是这种还是抱这个乐观态度。但是我感觉我也是有点抱乐观嘛，但是又一回头看一下理想，看一下现实，觉得怎么说？我抱的那个理想还是太过于理想了，现实就是不断的去把你这种稍微理想一点的想法，给你啪啪两下给你打到现实，让你马上趴下来。就是包括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做怎样的人，你也可以选择做不做怎么样的人。但是这是只是你是想，但是等到你在这个洪荒里边，你在这种洪流里边，就是很难，就是说古代的思想就是独善其身啊，这种的很难，真的特别难，而且做不到的。天亮了，做不到的。我以前可能在上学或者什么的时候，也想过，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做到，就是说标准是100分，你可以做个80分、70分。然后你的理想是100分，然后你做到70、80分，我觉得也不是很难。但是现实吧，当所有人都是20分、10分、5分或者是负分的时候，是啊，很现实啊，很现实，这太现实了。就包括我经常去炒币啊，干啥，就是投机啊什么的。之前我也觉得就是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捞快钱啊什么这种想法做法很不好。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你不这样做，其实还是有人会去做，然后导致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太穷了，太缺钱了，你只能去想办法去走捷径。其实我虽然说没有怎么想关注这些事儿了，但是我也不否认你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是你的价值观啊，这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不过关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别人怎么做呢？这是别人的事儿。我大概会觉得，那别人做别人的，我做我的，是吧？我想做啥我就去做啥。就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去做一个纯粹的人，就是纯粹一点。包括搞技术也是，包括做点啥事儿也是，就纯粹一点。我不想想别的，不想看别人怎么做，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有点我行我素，真的就是有点特立独行。不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包括玩滑板也是，我要是不特立独行，我就玩不起来。真的，你抱着个滑板在学校里，那个滑过来滑过去，摔倒，有时候真的挺狼狈的，而且没有人和你玩，谁能和你一起玩滑板呢？没有几个人的，就算有人能和你玩到一起，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空和你玩，是吧？都是自己的，所以就是我决定做好这个事儿，我就做，别人爱干啥干啥，我是这么想的。当然，别人做的事儿也不一定错，是吧？别人也可以有别人的价值观。关键是还是到最后还是每个人都得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啥，到底要怎么做。至于别人怎么样就无所谓。我觉得只要是别违反法律，是吧？然后别给别人造成困扰，你做啥都可以。是的。如果你这样的自由都被人限制了，那也许你该考虑离开这个地方了，对吧？你在录视频吗？啊，是的，没事儿，你说吧，你有啥想说的说。好吧，录视频我们就不要说的特别深刻，不要说这种太那种的，就随便聊点别的吧。感觉有时候我感觉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哎呀，又野过来了。
没事，你说吧。要是太怎么样，我就不发了呗。咱们可以可以，聊天嘛，无所谓。嗯，我觉得吧，就现在这个时代吧，就是已经到了，就是说，就是没，我觉得当然我也看了一些别人的观点啊，就是就任何一个时代，它有一段就是，哎，我之前一直在想，你说到底，哎，我之前一直在想说到底，哎，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在干什么？就，哎，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包括你说，嗯、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种普通老百姓，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就是说代表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这波人属于年轻人吧，年轻啊，人这一个阶层，我觉得我们到底能为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社会发展能做些什么呢？好像我发现我们啥都做不了，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就是你想去做点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他已经把你的这个想做这种，唉，就是你嗯，说的大公司直接你有一种想法之后，大公司直接抢走，一样的，对对对，就是你已经啥都做不了，你根本就是你已经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完全就是属于一种，嗯，不仅仅只是渺小，或者说不仅仅只是那个，你只是那种可有可无，完完全全就是可有可无，或者说掀不起一点点波澜，因为已经到一个框架里边，就是说，限制死了，好像之前就是说，好像之前好像就是马克思原理里面他就说马克思哲学原理里面就说我们具有局限性，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属于这种很大的这种局限性，就局限性太大了，你根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对，每对每个个人人都有，每个阶级都有。对，但是这个局限性我觉得就有点太夸张了，你不觉得吗？可能只是我们现在这么看，我觉得再过多少年，应该会有很多转机的，是吧？你现在看是哇，现在这个大公司掌控什么的，然后这个我们好像可有可无，就像我说的是吧？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历史，你算什么呢？是吧？但是我觉对，得你又算哪块小饼干呢？那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中流砥柱是我们这一波那以后怎么发展？以后怎么发展？我觉得肯定会找到出路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像生物学里嗯的说那个，生命它总会找到出路的，对吧？生命的进化，生命总会找到出路的。我还是抱乐观态度。虽然说现在看不出来，你先苟着呗，你先学呗，你先学点东西积累，然后好好生活，保证健康，是吧？然后剩下的事儿交给时间。这个我们真的，我嗯们没法用我们20几岁、30几岁，没法用这种眼光去看未来几十年、看一生的这种事儿。有几个人能做到？但是我们不是那几个人。这个得有自知之明。这世界上还真有那样的能看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比如说，比如说，对，这比如说就是那个人，是吧？他有些话真的应验了，他说的很好。嗯，我操，这个楼梯怎么拉不下来呀？对啊，我们怎么上去啊？用你的对呀，这个我在造自定义楼梯，这个楼梯怎么还拉不下来啊？太高了。太高了吗？是瞭望对塔是吗？对，这个瞭望塔有点高，但是我想把这个楼梯弄上去。我想去吃块肉，太饿了，嗯，肚子都饿瘪了。我看一下这个楼梯啊，我看一下这个楼梯。哎，话说你会看一些像这种像什么易经啊啥这种的？哎，我当然想看了，但是还没怎么看。但是我知道里面几句话，《易经》它到最后还是讲了一个
易嘛，就是变化嘛，它是讲的一个变化，它中心思想还是变化，然后就讲了好多，哎，我没有具体看，打算好好看的。我觉得我看了一部分哈，就是说他这种思想，一个是变，另外一个就是易经他的思想就是偏向于这种推理，然后去预测，还有预测的也蛮多的。嗯我觉得吧，就是易经里面经常会说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说按照现在人去理解，有些东西觉得不是很理解，但是你又觉得这些话好像在其他角度去理解的话，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具体的让我举例，我好像现在很难，就是说之前看到的时候就想到了，但是现在让我去回忆的话，好像也很难，就是说清楚哈。但是我觉得《易经》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读一读，就包括，哎，我们建那个楼梯吗？对对，得做一个楼梯，我们得上去啊，对吧？好，那我去砍树喽。砍树，咱俩分工合作能比较快。我去拉树，你去砍树吧，怎么样？嗯，好，你直观砍，我往上捡，然后捡了运。我先回好。去吃点肉，补充一下体力。这些东西我都打算学的，所以说我根本不会有什么说我不知道想做什么，想找点东西弄。其实我觉得我好多事儿，好多事儿，好多事儿，够我干好长一段时间的。咱们这个屋子，我想想啊，这个屋子在这儿既然没有楼梯了，我们是把它炸了，还是留在这儿继续留着吧？到时候一起，重新建个楼梯吧。对对，重新留着吧。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连起来，和我们做一个建筑群。到时候嗯，我看了那个森林之子是108，108打折的时候30几啊，打折的时候我叫你。好，嗯，冬日打折在啥时候啊？冬日折扣。应该很快了。打折快了。它很有规律的，它一般就是隔它几个月它就打一次折，隔几个月就打一次折。秋天有秋天打折，夏天有夏天打折。哎，前几天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我看到打折。对对，黑色星期五好像打了一些，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具体看，我也不买游戏，反正打折的时间就是很多。游戏公司可哦，能是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考虑，可能就是营收问题。就是你看，游戏都做出来了，卖出一份他赚出一份钱。如果因为贵的话，他只能卖99份，是吧？如果便宜的话，他能卖1000份。那这个钱他还是能算得过来的，而且传播度高，只会有更多人去玩这个游戏。所以对，说他们打折也是为了利益，我觉得。不是。过实打实的优惠是真的有了，我放不了了。你对，你砍树吧，放不了了，你对，拉走吧，嗯，我跟你一起抱过去。行。哎，你知道你有了解过 Steam 这个公司吗？他们是个 V 什么什么的，所以一般被人叫做 V 社会的社。嗯，哎，野人来了，野人来了，我先干掉野人。天黑了。
哎，你说 Steam 这个游戏公司，啊，对，它现在它现在威社的话，我看前一段时间它在发行那个 NFT，就是关于和币圈有关系的嘛。是吗？他之对，前关于这个币圈有关系的，就是这些东西，他好像弄过一个，就是你知道 CS 这个游戏吧嗯？CS 这个游戏它，就是这个游戏内有一些饰品，然后什么什么他们都在买卖，然后涨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是被人炒得很高，突然威社说，就是 CS 好像现在是威社做的什么什么的，好像就是 Steam 本来那个的，我不太清嗯，楚啊。然后他突然说：“哎，这个饰品现在可以合成了，就是很简单就能合成的，不是什么稀有饰品了。”然后这价格瞬间的跌到底了，然后大家就都去骂这个骂威社，但是威社的意思就是，那我们是游戏公司，谁让你们炒的？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他们觉得，炒的是 CS:GO 还是什么？还是对，就是 CS:GO，CS:GO 好像哦，里面的一些饰品之类是在威社炒的吗？这我具体我不知的，就道，就在 但是我 Steam 上。只知在 Steam 上是吧？对。哎，咱们睡个觉吧，天太黑了。嗯嗯，找那个绿色的标，那个绿色的标是咱们的树屋。哎树屋呢？绿色的，哎，哎，我记得那个树屋是绿色的标吗？对我过啊，去我真的找到了，找到了，在月亮这里。找到了。嗯，你知道威社这个公司，他才几十个人，好像他运营是吗？了这么大的 Steam，这么大的这个全球玩家什么的，就几十个人，他们员工估计都可有钱了。Steam 他收那个和中介费呀，一直收中介费和管理费，他好像上架那个游戏就得收好多钱。对对对，那是。但是没办法，它有社区，另一个平台也是游戏平台，就是游戏发售不是游戏的那个就是这个售卖平台，叫 Epic，就一直弄不过它，没办法，因为 Steam 的生态比较大，就是大家都在这玩，然后还有社区可以分享截图，还有评论，是吧？所以大家就在这儿，虽然说那边收取的费用更少一点，但是大家还是爱在 Steam 这里玩，才几十个人，这利润太高了。我记得还有个啥公司来着，好像人也很少，也挺赚钱的。有哪个公司人还对很少？我好还像，挺多的。对我之前听说过，然后我现在好像忘那个 记了。DeepSeek 好像人也挺少。哦，是吗？对对，对，然后对 DeepSeek，哎，DeepSeek 这个公司我感觉就是他们哈，他们就比较能沉得住气，我就觉得挺好的。他们比较能够纯粹的做点东西，沉下心来去做点好东西。他们最新的那个开源模型，现在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开源模型，实力很强的，好像已经超越了 GPT 的一些模型了，就还是能力非哦，常强的，这真的是非常棒。是吧？对，DeepSeek 我之前关注挺多的，现在最近也没咋关注，因为他之前 DeepSeek 之前就是因为他是个量化机构的那个人在做，嗯他们量化机构之前出来的量化，哎，好多人都赔钱，你知道，用他们那个量化策略。嗯，然后不知道为啥突然就 DeepSeek 他们就自己找了一些大学生，然后找了一些也属于这种高材生吧，然后就开始，也不是说是安安心心在沉沉稳稳做事吧，我觉得就是他们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天才，你知道吧？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感觉就真的很天才。比如说什么？比如像 DeepSeek，他就说之前他们做那个开源的时候，就说直接把英伟达之前的显卡要用好多那个对对，显卡资源嘛，给优化了是吧？对，优化了，直接跳过去了，也不是说啊，我自己也不是那种很专业，就说搞这个的，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我操，那你不是把英伟达直接干黄了吗？英伟达他们这个公司不就是靠 ChatGPT，然后收那么高的费用，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之前关注我，后来我在朋友圈辟的谣。我本来想做个视频，没来得及做。就是这个事儿，它只是它优化了一下，但是它底层用的还是英伟达搞的那一套 CUDA 生态，它底层用的是这个，它只是优化了这个什么这个效益。所以说到头来还是要用英伟达，你只是把这条路走得好一点，不是说那个，就是他只是说我们自己可能少买一点英伟达的显卡，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但是本质上还是用的英伟达的东西，这只会说明，对，这只会说明它的显卡优化还有更大的优化空间，它只会卖的更多，它干不掉那个英伟达公司。我跟你说，唯一一个对不是干不掉，但是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弄完之后就觉得。英伟达就炒的有点太高了，就是 ChatGPT 直接炒的那个，就是它的估值和实质上那个价格之间可能有点偏离它这种偏离的太远了。本来就是说任何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吧，就是它的很多就是说就是一个东西要真正的想要去长久应用，还是它的实际价值或者它的实际这个把它的这个。之间有一个平衡吧，你不能说偏的太多或者差的太远。就当然是有优化是个好事。但是我，这树咋砍不下去？但是我觉得就是长久来看，确实是对英伟达确实是把英伟达就是说用英伟达的底层。但是它其实没有用那么多，就英伟达之前的炒作，它可能用的是，多少我忘了是多少算力来着，反正就是之前用 ChatGPT，它用的算力是很大的，但是通过 DeepSeek，它好像弄完之后，这算力好像少了好多倍呢。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对，我有看到。就算优化了哈，就算它炒的有点大，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建数据中心，甚至都有造核电站的，你知道吧？为了给数据中心供电，就是还是在疯狂的买进。现在对英伟达有一个巨大威胁的，就是能够干掉它的这个希望的，就是谷歌，因为谷歌它有一个单独的训练 AI 的，它是 TPU，就是谷歌的那个大模型现在是第一。现在是各方面能力综合第一，他用的就是自家那个 TPU， 他不是用的英伟达。然后 Meta 就是脸书嘛 ，Meta 现在已经跟这个谷歌签订了这个协议什么的，好像从他那儿买 TPU 来训练。你知道这谷歌还是毕竟是 AI 的发源地，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论文就是他就是那个论文题目好像是注意力就是一切。说 attention is 什么什么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个，它毕竟还是 AI 的发源地，这个实力很雄厚。对，实力真的很雄厚。Transformer 那个论文好像我也看了，之前在外网上还是什么地方看到的，它确实好像就是 attention is all of you， 好像就是注意力是你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什么的。对。其实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算法之类的很有意思。包括我跟你说，还有那种就是很基础的那些，比如说，你在一个图像里面做一些图像处理，那这个图像怎么去除一些噪声啊，或者怎么样的，也需要用到一些最小路径的计算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挺有意思的。那包括 AI 这个训练里面有一些这个什么，比如说那个逻辑回归。是吧？就是包括这个梯度下降，这里面用到一点高等数学，其实说难，其实也没那么难，只要理解了，慢慢的，真的挺有意思的。包括过拟合啊，这些概念，好玩，挺好玩。其实我觉得你要搞一搞，你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你高数，对，你也学过高数是吧？也没有什么问题。我记得我高数好像有高数1还是高数2有一次是满分的。那没啥问题，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然后你再把这个算法是吧，好好的理解一下，好好的配合一下这个，就是想想你怎么用 Python 的我去打，你怎么用 Python 代码把这些数学上的东西给写出来，
是吧？这用到一些线性代数的一些矩阵运算，好玩的，其实很好玩。你就会发现，我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就靠一些代码，靠一些训练，这硅基的这些东西，它怎么会思考的？它怎么会的？这是一个黑盒，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的，但就是会涌现，就是这个词儿叫涌现，它就会涌现出一些智力来。嗯，哎，该说不说，这日本人，这个出诺贝尔这些奖的还挺多的哈、对，日本好像诺贝尔出来，特别像化学或者是他这个生物医药、生物医学、生理医学，挺多的，还有物理。嗯，我靠，没事儿，我都快被我来了，打死了没事儿，我来了，拿走。啊！该说不说，其实日本它这些它这国家啊，它的科嗯，技其实文明程度其实远，也不是说远超中国多少吧，不能没有可比性啊，就是说不能去拿这种去比。那我觉得就是他在确实就是某些专业里面，某些领域里面，其实挺那个挺精尖的哈。对，就是世界属于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这种，毕竟在真的，泡沫经济之前，好像东京能够把美国很多地方买下来什么的，我好像听过这个说法，寸土寸对金是吧？对，之前之前日本吧，就是确实就是人家发展科技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也就是和我们国家类似，就是这种学术膨胀、学历膨胀嘛，不能说学术膨胀。嗯有那一阵儿的时候，其实，嗯，他们那个在日本其实产出了好多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就大概在八啊，这只是说九九零年后到10年这一段期间之内，就他们这些人的老师，就是这些就是老一辈的这些科学家吧，我靠，快渴死了，找一些水嗯，掉血了。他们老一代这些科学家，真的就是，嗯，我觉得不光是诺贝尔，就是诺贝尔奖这种级别的，就是说他是有那种怎么说呢，能够让整个社会有进步这种样子的，就包括当然日本的文学奖，嗯，像那个，哎我靠又掉下来，对，没有建成，它是虚空的。嗯，不知道你有看日本的一些小说吗？就说这个我本没有看过。作家写的，村上春树好像很出名，不过我也没看过。对，还有像川端康成啊，嗯，都没有看过。嗯，好吧。他们的作品其实怎么说，我基本上都看过哈。我觉得他们的作品确实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吃的确实文化吃的西方比较多。我觉得他们的其实，嗯，我觉得还是有点文化自信的。他们的作没事儿，品，兼听则明嘛，可以多看看，多看看，对对对看看不同民族他们怎么想事情的，他们有哪一些思考，是吧？毕竟这个就说文化吧，这光一个中华民族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嗯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弄明白，所有的文对，化上，所有的科技。好了，建好了，不错啊，看看这个东西，这个瞭望台，看一下啊，这个瞭望台这个楼梯好像有点凸出来了，搞得好像还好吧。很狭但是窄。上不去，你下去的时候咋下去？我操，掉下来了。对啊，下去的时候咋下去？好高啊，这个东西。
你怎么没有动静了？你卡了吗？我没有，我刚才回个微信回了个消息。嗯，想想啊，这个怎么弄啊？弄一个，哎，你这个木头别扔，木头别扔，我做一个好，小的楼梯。好，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楼梯太丑了。嗯，我上不去啊，我感觉我们能没事，从楼梯上到瞭望台能过来，但是从瞭望台下去的话，对，没事，我造个东西就行了。好，你把这个桌子弄一下吧。好，直接跳吧，上不去，你能上去吗？我上不去。上不去，直接摔吧，直接跳。再拿几个木头我靠就可以了，直接半管血没有了。没事。还差3块木头是吧？对，那你拿2块，我拿1块，还是我拿2块？我拿2块，你拿1块吧。我还是一人拿2块吧。上去说不定还要算一样。已经捡了2块了，可以拿1块。嗯，其实这个无论说是国际啊，还是说这个很多这个什么文化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大概想想知道就行了。其实我觉得不用太那个，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好像很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是吧？我们自己先把自己过好，先把自己过好，对建设好对对自己之后，然后这些事儿可以多了解了解，我觉得都挺好的。哎呀，9点半了，差不多我得下了。我们从下档，然后刚好盖好嘛，从档我们下了吧。好，明天或者改天再玩。好，好，我去洗漱一下，准备睡觉。我说你确定没事吧？你被那熏的，现在好了吗？哎，没事，好了好了，哎，好多了。我只能说睡了一会儿好多了。就那会儿，哎，因为干了一天活嘛，然后晚上就是主要是你去屏住呼吸，然后就感觉自己在缺氧的状态下10几分钟、20分钟，就很来那个状态，书屋这里，就感觉就已经不想动弹，然后也不想，就大脑已经宕机的感觉，然后还晕乎乎的。嗯不，知道你能够，不知道你能够能够理解我到我能体会。熟悉。我在搞一些很难的事情，然后跟他干一天，我也是这个感觉，就转不起来了，是吧？对，然后你说打游戏，我4点多的时候跟你说打游戏，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吃完饭可能吃点东西，晚上吃点东西，我觉得应该还好吧。但突然干了20分钟，干了那个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打游戏就个死鱼一样那种样子。我跟你说，你这个工作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千万别出现一些问题，把自己搞得很那个，是吧？那得不偿失了。是啊，行，那我们改天再打吧。好，改天再玩，拜拜。拜拜。